动作快点儿！左边那个，你的灵力传输效率掉了0.5%，是不是想被我拆了当废铁卖？天机系统的充能怎么样了？天罚1号卫星已经入轨，悬停在平流层，临时反应堆运行稳定。不过沈司令，你确定要用那玩意儿？打个蚊子用大炮，很浪费钱哎。雷剑阁的人来了，这次带队的是金丹后期。金丹后期，数据样本不错，那就不用天罚了，正好测试一下昨天刚下线的蜂群系统。就是这里。听徒子说，那个凡人妖女和他师弟还躲在这儿。长老，请你用管神识探不进去，像是有一层看不见的墙。雕虫小技，凡人再怎么折腾也是凡人，给我破！木音不动，这是什么法器？检测到非法入侵，身份识别，高威胁有晶体，防御协议，歼灭模式启动。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这威力堪比筑基巅峰的全力一击，居然能连发！结阵防御！火力压制够了，继承，该你了。等这法器灵力耗尽，老夫要把你们碎尸万段！没灵力了，杀进去！瞬移，元婴期的大能！元婴，不，是科学。太慢了。鬼妹，连影子都抓不到！哎呀，这就是修士吗？反应速度连星际跳鼠都不如呢。没意思，建议直接火化。欺人太甚！老夫今日就算是死，也要拉你们垫背！九天玄雷，听我号令！师姐，这老头玩不起，要炸图了。那就让他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雷霆。一，启动天罚。好耶！田径动能武器系统上线，目标锁定，坐标确认，发射！就此落幕吧！师姐，下次能不能调低点功率？这坑填起来很麻烦的。威力尚可，记录数据，下次调整入射角度。收到，本次打击消耗高阶灵石3枚，打击效果完美蒸发，评价 S 级。顺便说一句，那个老头的储物袋好像也被蒸发了。亏了亏了！啊！这些人怎么办？废了修为，扔下山去，让他们给雷剑阁和神法宫带个话。话带到了。我说，时代变了，大人。很好。根据计算，我们要维持现在的生产线和天机武器的充能，目前的灵石储备只好用1个月了。我们需要扩张。修士抢夺凡人的资源，叫天经地义。那我们用枪炮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，叫什么？降维打击。赛博修仙，法力无边，冲呀！抢钱抢粮抢地盘！通知全员，准备出发。目标：雷剑阁北山矿脉。灵能突击步枪量产型正式下线。
性能简报听好了，灵石弹心触碰护体降气，瞬间发生微型内爆，弹匣容量30发，灵能充能自动恢复，打空了等10秒自己就满了。当然，你要是在战场上连10秒都撑不住，那是你的问题，不是枪的问题。比上次的轻。枪管结构优化，减重18%。你的灵焰体质容易让枪管过热，这版专门给你加固了内衬，放心烧，不是放心打。谢了。机械单位状态：机械战犬12台，机械倭弓4辆。出发。什么声音？沈司令，情况不对，有极其强烈的灵力频度在干扰我们，设备功率在下降。有意思的法器，防护大阵，起！冲程效率暴跌50%，是专门压制灵力频段的乱阵。断其根本，再精妙的器械也不过是废铁。火力不够，阵法的核心在地下300米，3根紫金灵柱，灵柱断，阵法崩。我去烧了他，师姐，拖住他。去。给我！阵法崩解，全线功率恢复100%。一，呼唤灵能蜂群骚扰攻击。不自量力。开！警报！警报！灵力度数爆表，这一掌下去，地面目标全灭！法器终究是法器，在绝对的道法面前，形如蝼蚁。明白，已计算完毕。法相金丹虚位胸口正中，距地面高度73.6米，直线距离越短，灵能压制弹的穿透系数越高，精确打击窗口。只有一个位置。沈司令，技术弹笔，要注意。这又是何法器？只能击溃本座法相。今日是本座小觑了，下次本座会准备的更充分一些。你们是修仙的大人吗？不是，我们和你们一样是凡人。走，带你们回家。沈司令，季晨，你们过来，快点！我刚才在对这批矿石做原子级扫描，准备提瞬，结果发现这根本不是天然矿石，这是星际联邦第7舰队的月潜引擎阻尼器。你的意思是，在你们穿越过来之前，已经有星际文明的人来过这个修仙界？不仅如此，我提取了里面残存的底层日志，这条日志的加密前夕比我出场的年代还要早500年。这里是联邦探索舰远星号，请求主星系建立星门。重复，请求建立星门。沈
沈司令，这个阻尼器里还保存着一个完整的空间坐标信包，它虽然坏了，但我如果用极高纯度的灵力给它重新充能，我们能联系上联邦主星系，我们能把星际舰队叫到修仙界来。充能需要多少灵石？按照阻尼器的能量需求反推，大概需要抽取我们脚下这座灵石矿脉30%的储量。这座矿脉足够了。如果能联系上星际文明，我们就不再是孤军奋战。鹰，开始充能准备。明白，充能程序启动，预计需要72小时。请求建立星门。沈司令，雷剑阁和神法宫联手了，3路追兵，最快的一路，4小时后到。充役不能停。我知道。守住基地。就这破地方，还想跟雷剑阁？雕虫小技，看本座！金丹期怎么可能？神识干扰！哇！沈司令，干扰器被攻击，屏障出现漏洞。多久能修复？2分钟。够了。鹰，放他出来。收到。检测到高威胁目标。你好，金丹中期的修士前辈。被你的一枚灵符轰过来，我们的屏障又裂了一点点。感谢提供数据，现在换我们了。破了我3成真元。好消息，充能加速了。阻尼器在吸收灵石能量的同时，开始自动激活内部的刺激电路，就像它在配合我们。有回应。收到未知频段呼叫，身份确认，联邦军用 AI 加密协议。这是哪里？这里是第7代战略智能体鹰，当前位置是修仙界。我需要向上级汇报，请保持信号。随时恭候。他们信吗？不信又能怎样？信号是真实的，加密协议是真实的，我是真实的。他们会信的。确认身份完毕，我是汉星共和国边境侦察站站长陈和。你们是怎么到那里的？穿越了一条维度裂缝，顺便发现了一个修仙界。修仙界？你是说真实存在灵力体系修士文明的那种修仙界？对，而且我们已经在这里活了将近1年，造了枪，造了机甲，打废了好几个宗门的金丹修士。哦对，顺便告诉你们的上级，我们脚下有一座极品灵石矿脉，灵力浓度超过联邦已知任何能源矿藏的200倍。陈叶双中将，你好，我是汉星联合国高维局骆局长。骆局长，我们已经核实了你们发出的坐标信号，和500年前失联的联邦探索舰远星号最后上报的坐标高度重合。我有一个问题需要你直接回答，请说。你们需要什么？技术支援、物资支援。我们正在评估这个维度的战略价值，在评估之前，我先给你们传一套东西。这是完整的灵力科学分析系统，还有人工灵根芯片的理论模型。人工灵根，师姐，这是说那127个人也能修炼了？系统接入完成。有必要这么正式吗？闭嘴，别动。
能量波段匹配，极品冰火双灵根，吻合度99.7%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意思是，你天生就是这个世界最顶级的修炼资质。你在末世杀了7年的丧尸，扛着全修仙界第一的灵根体质，过了7年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。如果你生在这里，那不是我。末世把我变成现在这样，我不后悔。臭屁！好了，开始干活。浩星共和国传来的修炼算法框架，我已经根据你的数据完成了个人定制。冰火双灵根的核心在于2套能量系统的相互催化，比之前靠本能在用，效率大概是理论圣线的11%。这个速度，2小时。2小时从凡人到筑基圆满，你知道修仙界普通筑基要多少年吗？多少年？少则3年，多则10年。那我下一个境界……闭嘴！先让我把数据记完。沈中将，我们的分析团队也看到了继承的数据，他的修炼速度突破了我们所有模型的预测上限。我知道。你不惊讶？他在末世活了7年，我从来没有低估过他。沈中将，你们那边还有多少这样的人？我算过了，植入成功率理论上是91%。告诉他们风险，让他们自己选，10个名额，自愿。我感觉到了什么？灵力回路，激活！怎么样？这就是灵力吗？沈司令，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芯片。开始量产。沈中将，神法宫有了新的动向。什么动向？他们没有再派追兵，他们派来了苍玄道人。多久了？19个小时。境界？金丹圆满。继续。你已经修炼了19个小时。继续。好。沈司令，我现在能做什么？你现在做的就是最重要的事。我想上战场。我在矿脉里待了3年，我见过修士怎么对待凡人。我不想只是造武器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陆生。陆生。等这批弹芯做完，去找殷，让他给你做战斗适配评估。苍玄道人提前抵达，距山门30里。沈司令，他一个人来。
我看见他了。准备好了吗？法器再多，根基是凡人。警报！元婴期全力续招，目标山门正面，预计3秒后释放，威力超出初代机甲承受上限。天罚第1级锁定。发射！他受了天罚1击没倒，元婴期的真元护体比我预估的强30%。第2击，可能需要93秒。机甲承受极限，撤机甲，击沉上。元婴期的凡人，凡人怎么了？他比你强，元婴后期差了那个大层次。是的。能量度数在涨，他在战斗中继续突破。天罚成到了。还有20秒。天罚第2击发射！一个凡人快速突破到了元婴期，本座会向神法宫如实上报，你们已经超脱了他们的判断。肋骨裂了2根，离力经脉损伤，需要下次不许这么大。以上换上是因你教我的战术。教你战术不是叫你不要命。苍玄道人回去了。他回去之后，神法宫的应对级别会提升，提升到什么程度？化神期出手的可能性从零变成了极大。陈司令，新门一阶激活完成，现在可以传输实体物资了，重量上限50公斤，单次传输窗口3分钟。我已经向汉星共和国发出申请，等待回。薛主将，我们检测到了星门1阶激活信号，一品物资已经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传输。激活成功率97%，上次我们自己造的是91%，超难。继续。应该是我们矿脉里有的。生产周期以现在的流水线产能72小时，可以造出6架。他们才认真的。500年前的远信号，没能等到这封信。鹰，兵工厂全速运转，100枚芯片，今天全部植入。6台2代机甲，72小时内完工。收到。各就各位，今天开始，我们升级啦！不错。殷，我的战斗适配评估结果出来了吗？出来了。怎么样？你适合开机甲。
2代机甲72小时后完工，第1台给你。不需要机甲。谁说给你当护甲用的？我给你的机甲是用来放大你的灵力输出的。你的冰火双元婴套上2代机甲的能量增幅回路多少？理论输出上限，对标元婴后期巅峰。什么时候完工来着？71小时58分钟。指导下，人法宫那边有信号。说，他们开始联络其他宗门。雷剑阁天玄门秘录中，我们接获的情报显示，人法宫准备召集修仙界各大宗门，组成联合围剿队伍。时间节点大概在15天后。15天，够了。够什么？够我们做好准备的时间。怎么了？怕了？没有。我在感受它。适配度91%，进去吧。好，记住我教你的，机甲不是护甲，是拳头。这个月的供奉少了5块，哪来的胆子？大人，今年收成不好。大人，今年收成不好。少废话！劈手！仙灵宗的人，以后这里的供奉不用讲。是人吗？是人，凡人。不跪，我们都不跪。长老，要不要通知使团？不用。可是，本座说不用。本座也曾经是那个跪着的人。昌平镇、落云村、青石寨3处凡人聚居地解放，新增加入仙灵宗人员312人。沈司令，您现在……拼，继续扩张。收到。怎么了？来了一个人，来者把自己的灵力压到了筑基期以下，是故意不想触发警报的。是谁？玄木道人。本座想谈谈。谈什么？关于凡人。本座出身凡人，100年前，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村子，穷得连饭都吃不起。村子里有个修士路过，随手一道灵力，把本座家的房子延平了。原因是挡了他的路。
本座的娘就死在那道灵力里。后来本座开了灵窍，修炼入宗门，成了金丹，成了别人眼里高高在上的修士。然后本座也开始随手一道灵力，移了那对凡人夫妇的房子。昨天本座看见了那个少年站在铁甲上，把一个跪倒的老人扶起来。本座在那个老人身上看见了本座的娘。你来不只是为了说这些。神法宫极品灵石矿脉的位置、守卫分布、换房实践表，以及苍玄道人的弱点。是真的，全是真的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苍玄道人如果察觉你，本座知道。本座不会帮你们打仗，本座也没办法公开站在你们这边。但有些事，本座可以不拦着。那道光，本座的娘没来得及看见，替本座多点几战。沈司令，苍玄道人的弱点，他在300年前曾经受过一次极重的冰系灵力创伤，伤到了元婴本源，至今未愈。冰系攻击对他的伤害是正常的2倍，而继承正好是修仙界的极品冰火灵根。我知道。7天后，联合围剿到来之前，我们先动手。奇袭神法宫极品矿脉，为那些没来得及看见光的人多点几盏灯。守卫换房还有17分钟。继承，记住，苍玄道人在矿脉东侧主动坐镇，冰系伤害对他双倍，但他元婴后期，正面硬刚你现在还差半截，不要恋战。知道。打完就撤。知道。出发！神识干扰器全功率启动，现在！突破成功，进入矿脉。苍玄道人的神识屏蔽还有效，但最多还有3分钟才会察觉异常。发现凡人，数量83人。记录了，等破城之后原路接应。现在继续，不要停。他在用灵力和机甲共鸣，这小子无师自通了。本座就知道你们会来。上次你刚刚突破元婴，这次你打算用冰？哼，本座可是做了准备的。他加厚了真元护体，针对冰系，冰系伤害双倍效果会被护体厚度部分抵消，现在大概只有1.4倍。只有1.4倍了吗？想怎么打？先烧，再动。高温削弱护体韧性，再用冰系冲击，裂缝会从内部扩散，有效。但你要扛住他在这期间的反击。扛得住。你上次是元婴初期。核心区域元婴级碰撞，继承在和苍玄道人打到。
开始采矿，时间不多。采集进度10%、15%。成了，护体破口，现在。你知道本座的弱点？是谁告诉你的？本座今日不打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本座输了也好，赢了也好，神法宫联合各大宗门的围剿，5天后照常进行。你很厉害，也很有勇气。本座希望你们可以做到。走了。搞不懂这个老头。不管了，采集进度38%，我评估继续下去风险上升，建议现在撤。矿道里还有不少凡人。我知道，接应队已经进去了。陆生带着2台机甲原路回撤，正在熔挂铁链。跟我走。你们是来救我们的？快跟我走吧。极品灵石采集量预定目标的41%，特种金属矿22%，风群人机损耗19架，机甲轻度受损，可修复。继承又穿透伤，比上次少。比上次少不但没受伤，伤口深度2厘米，没伤到经脉，灵力恢复速度还算正常。下次穿厚一点。我不看见了。星门2阶激活完成，现在可以传输大型装备了。沈中将，我们检测到了2阶激活信号，准备接收。这批弹心打金丹后期一发破风。战斗力参考标准，元婴剑。真的是修仙界500年了，原型号没有骗人。你就是汉星共和国派来的技术顾问？对，贺林，灵力物理学首席研究员。这是我带来的研究成果，基于你之前传回的所有灵力波段数据，我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修仙界灵力运转模型，理论上可以让人工灵根芯片的性能再提升40%。同时，你就是那个冰火双元婴。我有一套专门为你优化的修炼算法，理论突破速度可以在现有基础上再翻1倍。他不爱说话，你习惯就好。没关系，我爱说话，我们正好互补。沈中将，洛司令让我带了一句话。说。他说，汉星共和国正式决定介入修仙界事务，你们不再是孤军。元星号，你们等到了。沈中将，
苍玄道人回到神法宫之后，察觉到了玄木道人的异动。他怎么知道？矿脉守卫的换防数据被人动过，苍玄道人追查了来源。玄木道人暴露了。目前还只是怀疑，但神法宫已经对玄木道人实施了软禁。沈司令，联合围剿是5天后，但如果他们对玄木道人动手，时间会提前。贺林，继承的新算法最快多久能见效？按照他的突破速度，48小时，我有把握让他再上一个层次。36小时。这行，好。10台新机甲，驾驶员今晚完成适配。蜂群无人机扩编，灵能地雷阵重新布置。收到。还有玄木道人，愿后来者得见黎明。他点了那盏灯，我们不能让他一个人在黑暗里。这不科学。关于他，你最好把科学这个词先放一放。难怪洛司令说，你们3个是修仙界最危险的变量。3个？沈中将，还有他。沈中将有你，有星际文明的军事经验，有战略眼光；季晨有冰火双元婴，有末世7年磨出来的战斗本能，现在又有了算法框架。但你们最危险的地方不是这些，是什么？是你们3个，没有一个人会放弃。元婴后期33小时。新机甲适配一下，你现在的输出功率，2代机甲承受不住了。什么时候？现在。真好彩！好了，我给核心扩容了，现在承受得住。爷，我的机甲能到这个程度吗？你才刚拿到人工灵根，修炼时间不到1个月。我知道，我是问理论上限。理论上能。神法宫那边有新动静，苍玄道人今天召见了玄木道人，会面持续了2个小时，没有人知道谈了什么。玄木道人现在怎么样？还在软禁，但情报显示，神法宫内部有声音，主张在联合围剿之前，先处置掉玄木道人。沈司令，如果神法宫对玄木道人动手，最快在今夜。我知道。联合围剿还有3天，我们现在他帮了我们。机甲能动了吗？能。神法宫内部的守卫分布，我来标注。好，神法宫欠了我们1个人，今晚去要回来。内院守卫12名金丹弟子，2名元婴期长老在东西两侧巡逻，换岗间隔40秒。玄木道人在哪儿？这里，距外墙230米。校尉传送能到。在神法宫的灵力环境里，误差大概能到就行。3路分开，继承进内院，直取玄木道人。陆生带3台机甲，正面吸引东侧元婴期长老。我带凡人战士压制外围守卫，不让增援进内院。收到。1计时。换岗倒计时，3、2、1。
秋氏在你右手边，第3扇门。你们来救本座？废话少说，能走吗？啊！铁甲法器！这一击的威力是元婴期！我是凡人。凡人能开这种铁甲？阴西侧，风群西侧全压！继承还有多久？本座现在只有筑基层次的灵力，我知道你带着本座能跑得掉？你现在是什么境界？元婴后期。你3个月前是凡人。对。外围已经控制，通道打开了。日晨，出来吧。为什么来救本座？你说要多点几盏灯，点灯的人不能死在黑暗里。本座欠你们一个情。不用还，以后帮我们点灯就行。本座的娘，如果活到今天，他会看见的。门主，神法宫昨夜被人闯入，玄魔道人被强行救走，2名元婴期长老受伤。6台铁甲，元婴后期的凡人，还有那个天上的东西。门主，这次围剿，我们真的要去吗？我想加入仙灵宗。筑基期，碧落宗，年龄约21岁，身体状况良好，灵根资质中等。为什么来？我有灵根，但我娘没有，还一辈子被人踩着过。我想问，你们这里只收凡人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沈柏。进来吧，沈柏。但我要告诉你，进了这里，你会面对什么？你是修士？凡人。凡人开的那个？对。想什么呢？我的灵根在这里，还有用吗？有用。他们靠芯片修炼，进阶慢；你有天然灵根，进阶快。还有鹤林那边，他正好缺一个有灵根的修士做算法校正的对照样品，你来的正好。你的灵根在这里不是特权，是资产，明白区别吗？中等水准的木系灵根，干性不算突出。但木系在修复和辅助方向有天然优势，结合我们的算法框架，它可以走一条修士从来没走过的路。什么路？把木系灵力和机甲的灵石回路融合，让机甲具备自我修复的能力。
理论上是。沈司令，如果机甲能自我修复，战场存活率……先让他试，围剿是明天，时间不等人。稍等，走，有正事要干。等等，不等！修仙界被你们修士耽误了几千年了，现在不能再等。沈中将，天玄门和碧露宗今天向神法宫递交了一份声明。什么声明？他们申请将参与围剿的兵力从全员出动改为象征性出兵。他们动摇了。不止他们，截至今天，12个宗门里有5个宗门出现了类似的动向。沈中将，民心这个东西，比任何武器都重。明天的围剿，你有把握吗？没有，但我们会赢。12宗门实际出兵8个宗门，4个宗门象征性派了5人队伍停在30里外没有动，剩下8个金丹期以上修士，共计47人，元婴期3人。汤玄道人在正中间，全员备战！沈中将，星门2节传输窗口还有11分钟，洛司令那边正在准备紧急物资。告诉他，我们需要星门3阶。3阶的出能需要？我知道，告诉他，今日必须结束这件事。攻！风群，迎上去！击坠金丹期修士7人，剩余40人。蜂群无人机损耗23架。2名元婴期长老开始压阵了。元婴期护盾，机甲炮管穿不透。继承。铁甲在后，也挡不住本座。陆生，铁甲在自己修复。你说的对，铁甲挡不住你，但能扛住。已经挡不住了。沈司令，洛司令回应了。星门3阶紧急充能完成。什么？他说把战场坐标给我，剩下的交给汉星共和国。行星级灵能炮3连装，汉星共和国战略武器已锁定。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天上那3台是星星级灵能炮，一炮的范围覆盖方圆3里，威力嘛，你们应该比我更清楚。化神期的护体能不能扛住？洛司令说，今天那3台炮如果真的打，是全功率的1/10，1/10覆盖方圆3里。全功率的我，
有意思。师兄们全都不见了。长老，弟子送午膳来了。这2天失踪的修士共计多少？已确认的31人，其中金丹期28人，元婴期3子，没有任何宗门知道发生了什么。这不是战斗，没有任何能量残留，没有灵力波动的记录，没有神识扫描的痕迹。做到这件事的存在，在他们消失之前，他们什么都感应不到。3天前那个山顶，联合围剿结束的时候，我感应到了一道信息。我们的扫描系统能读取 S 级以下的所有能量体，无法读取，意味着它超过了我们的疗程上限。疗程上限是什么级别？化神期巅峰。沈司令，我现在有一个非常不好的预感，那些失踪的修士不是被杀了，他在挑人。你是说，他把那些修士带走了？或者他在测试他们？一个化神期以上的存在，不需要挑战31个金丹期和元婴期修士，但他这样做了，这意味着他有某种我们不知道的目的。沈中将，我们也监测到了异常能量波动的记录，和你们的情况一致，无法读取。你们的判断？这个级别的存在，如果对仙灵宗动手，洛司令，我需要申请一件事：星门提前全面激活。沈中将，你知道全面激活需要的灵石？我知道的。清净仙灵宗目前所有的灵石储备，加上神法宫矿脉采集来的极品灵石，我算过了，够。是够，但那意味着你们在星门激活完成之前，没有任何灵石储备可以调用。你们的武器系统、机甲、天罚卫星的充能，全部用现有储力维持到最后。如果星门在全部储量耗尽之前没有完成激活，我们会非常非常麻烦。我知道。如果那个无法读取的东西在激活期间来了，我知道。你打算怎么应对那段时间？靠它。星门激活需要多久？全力充能的情况下，72小时。我去修炼。你现在是元婴后期，再往上。72小时，够我再突破一次。你的算法还能再优化吗？我昨晚就在想这个问题了。结论：能，但只有一次机会，优化过度可能导致经脉超载。用。元婴后期巅峰还在涨。你就是让修仙界动起来的那个凡人。你就是让31个修士消失的那个人。你不问本座把他们带去了哪里？你来了，自然会说。 500年前，有一群人驾着铁船来到这里，说要在天上开一扇门。本座当年以为他们是疯子，一剑把他们的船打下来了。那群人里有一个女人，船要落下去的时候，她抓着苍云，朝本座喊了一句话。她说：“你现在打下来没有用，后来的人还会来，
一批一批的，直到灭闪门开了为止。他就是把远星号打下来的人。本座这500年一直记着你句话。后来本座想通了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本座修炼了3000余年，见过无数的门派起路，宗门兴衰，修士正道，凡人枯死。本座以为已经见过了这个世界所有值得看的东西，直到3个月前，本座看见了一个凡人，在天审阁的诸魂阵前，用一把奇怪的铁棒打穿了一个元婴修士的金丹。那时候本座就跟着你。你一直在看对，那31个修士。本座带他们去看了一件东西。500年前，本座打下那艘船，船在落下去之前，有一部分残骸落在了修仙界最深的禁地，本座的道场附近。本座带那31个修士去看，是那片残骸。本座要让修仙界知道，500年前有人来过，500年后又有人来了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本座当年不该打下那艘船。我们正在开那扇门，72小时之内，星门全面激活。本座等了500年，想亲眼看看门后面是什么。星门全面激活，我们的舰队已经在集结了。我化神器了，好伤。我们走了好久。神中将，启辰的化神器数据已经传回去了，总部那边现在集体失去了语言能力。说人话。他们说，如果修仙界的灵气能够配合浩星共和国的修炼算法体系，理论上每个人的修炼上限都可以。说重点。他们说，修仙界可能是这个宇宙里最适合文明进化的地方。我们当初从那条维度裂缝里掉进来，应该是意外。那条裂缝出现的时机、出现的位置、出现的能量特征，和500年前远星号穿越的那条是同一条。你是说，我们不是偶然落在这里？这件事从50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，而且才刚刚开始。汉星共和国先遣舰队奉命抵达。欢迎来到修仙界。期待。这里是联邦探索舰远星号，请求建立新门。重复，请求建立新门。远星号，门开了。
收到。